有劳先生，告辞。你当真以为我只是叫你过来取情吗？不然呢？上药。莽撞就算了，伤这么深，还不好好上药。等等，先净手。把手擦干净。手。还生气呢？学生不敢。昨日在这儿，是我被白猫影响的情绪，本不该对你生气，也不该骂你。还有昨夜之事，我知道你是担心燕灵才会一时口无遮拦，我不该说那样的话。你生气也是应该的。您这是在认错？我辅之玉如意之事，是冲着燕家而来，难免情绪不稳，是以迁怒于你。今日叫你过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玉如意之事我会处理，而且燕灵想方设法让你入宫，是想让你学些真才实学。你本是璞玉，若不雕琢，难免可惜。璞玉？您从哪里看出来我是璞玉？当年上京路上，一个稚嫩的少女，入狱劫匪她不怕，奔走山野她不怕，身陷险境难以脱困她也不怕，砸了琴割了血，就凭着一腔执拗，拼尽所有力气，救下了我这个病弱书生的命。江雪宁，我见过你以前的样子，正是因为有期待，所以后来才会失望。失望？当年上京之后，我曾去江府拜访，但见已经换上一身锦衣的你，只因一时不快，便打骂一个和你年纪差不多的小丫鬟。姑娘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这点事情都做不好，哭哭哭，就知道哭。你再哭，再哭我就把你卖了。你的眼神变得很陌生，甚至让我怀疑，当年上京路上发生的事情，是否真实存在过？再后来，我听闻你越发不懂收敛，胡闹跋扈，那时我想，京中繁华终究是害人的。慢慢的，便把那一点旧日的影子和心性都抹去了。所以，您那时厌恶我？也谈不上是厌恶，更多是可惜吧。有时人难免误入歧途，但如果这时候有一个人可以教你分辨好坏，未必不能重归正路，重拾本心。我是可惜你变了，也可惜没人能好好教你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你本质未变，善心犹在。虽然性子还是毛毛躁躁，但比前些年好一些了，还算得上是璞玉吧。所以明日可还愿意来我这里学琴？宁儿，我现在消气了，你这般顽劣的性子，以后谁兜得住？这就不劳先生费心了。以后的事，自有以后再说。下不为例。这个大反贼当起先生来，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
江二姑娘，殿下，您可是要找公主殿下？她不是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江姑娘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跟叶灵发生了什么，但她最近真的很不对劲。从前她是最疏朗不羁的性子，可眼下却是郁郁寡欢。我问她，她也不告诉我，所以我只能来问问你。这世上很多事，却难与人说。若殿下方便，雪宁想请您带句话给燕灵。您只管对她说：“疾风知劲草，云开见月明。”有些事，只要守得住，就一定会有转机。怎么了？见过先生。搞什么名堂？不想学琴，也不必如此吧？学生自知顽劣无状，特来向先生请罪，还请先生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让夫子们再为难我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所以，果真不是你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详细说来。二哥，这次你可得好好谢谢我，要不是本公主冰雪聪明，你可就名节不保了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我看你这书读到歪路上去了吧？糟了，都怪你！答应了年年要把这个王九赶走，他定要觉得我说话不算话了。这个王九，私自调换伴读课本，欺上瞒下也就罢了，还挟私报复。还有那个赵延红，产上欺下，趋炎附势，两个人都是风骨气度全无，这样的人，翰林院可留不得他们。不过我这几日瞧着，王九他们似乎对薛叔颇为恭敬。先生您说，这该不会是薛家的意思吧？连你都发现他们的关系了？什么叫连我啊？半个月前，这个王九跟赵彦宏替定国公起草了一封奏折，是请立皇太帝之事，但幸好薛家因为生嗣之事触怒了圣上，这才压了下来。薛家在外朝结交6部重臣，于宫中又安插眼线人手，早已根深蒂固。如今满朝上下只有燕侯爷忠心为国，堪可与之对垒。是以薛家视燕家为眼中钉，定要除之后快。没错，不过燕家的军中声望颇高，如今的大前北有大越铁骑虎视眈眈，南有平南王多年作乱，薛家想动燕家，等闲罪名可不得撼动，所以这才把主意打到了勾结逆党上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他们让周银之进入侯府，偷窃侯爷的笔迹印信，想要伪造与逆党来往的书信。不过眼下圣上将查逆党一案交予了刑部，先生又用漕运生死案困住了薛远，局势倒也不算太坏。可是我也想不通啊，我不过一个区区的伴读，又没有什么出众之处，这薛家何苦动用翰林院来针对于我？学生胡言乱语，不过是一些猜测，先生莫见怪。我早晚要死在我这张嘴上。才智虽然平平，不算出众，不过你不是说王九要让你作诗吗？我这正好有一首，到时候你就把这给他，说是你写的，届时看他怎么说。夜月明如玉，空山不变花。云来一庭暗，风去百枝斜。
这写的也太好了，王老夫子能信吗？不用管他信不信，你只需要说，是你自己做的。先生这是想帮我？想得到美。我领着太子少师的职，自是要将翰林院中薛家的爪牙都除去。你的这桩事，只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。哦，倒是你，之前总吵着嚷着要出宫，那为何不趁此机会，顺势出宫呢？我是不喜欢宫里，但这里是站得最高的地方，只有努力学习，变得更好，才有可能帮到燕家，帮到燕陵。学生迟早是要走的，但希望是不留遗憾的离开。想要逆转命运，就断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。逆转命运？那我现在就抄一份。等等，其实伤的不重，就是薄一怕我疼，所以包的厚了些。宫中用纸皆有定例，你们那儿内务府送的纸都是兵役纸跟白鹿纸，而我这里用的是宫中诚心堂储的纸。你把这首诗背下来，回去再默写，免得让人见了生事。不愧是反贼，如此细节都不放过。听见了没有？先生说的是，学生这就背。风去百枝霞，这当真是你写的？学生受了责罚，自是要努力些，苦思冥想许久，好不容易才写下此诗，还请先生指教，这押韵如何？光押这韵有什么用啊？这既无意境，又无逻辑。赵大人，尤其是这句“空山不变花”，更是不知所云呐。前面还在空山，这转眼就是一庭岸，倒是切题。有风有月，有山有花，还有云，就是太不入流了。先生此话当真？自是当真。王老先生。哦，谢大人。谢大人因何来此啊？王老先生，这首诗可否借谢某一观？哦，您请过目。谢大人以为这首诗写得如何呀？我倒不知，这诗原来不入流，有这么差吗？啊，是，那您的意思是？二位见笑了，这首诗是在下旧日之细作，胡乱邹成，上不得台面。谢某不敢班门弄斧，肆意评判。谢大人，这，宁儿，这首诗到底怎么回事？先生恕罪，我今日在您那练琴，因担心王老夫子的作业，所以顺手借了一张。学生知错了，我这就去罚站。上书，沈郎怎会忽然关注到我爹了？上一次我没有参与燕薛之争，所以江家也未卷入其中。如今我帮着谢威削弱薛家之权，倒因祸得福，给我爹升了官。这是不是说明一切都还有机会改变？侯爷飞鸽传书，说快马赶回，怎么还没到啊？撤！撤！
这怎么回事？是薛家的人，薛家的人竟如此大胆。此处离京城不远，他们竟敢在此处刺杀父亲，不是冲我来的，他们是……老赵，老赵，老赵！父亲！前锋！前锋！来人！都给咱家仔细的搜。是。黄公公，敢问这是发生了何事？又是要搜什么？想必诸位伴读都知道，有人在献给太后娘娘的玉如意上刻谋逆之意，惹得圣上盛怒。这几日来，咱家连番追查，清理了不少人。这羊脂斋也是宫中一处，咱家依圣上口谕和太后娘娘的懿旨，例行搜上一搜罢了。这哪里是例行公事，分明是把我们当犯人了。当初做伴读的时候，并没有过这件事啊，难道又生了变故？大人，这是在江姑娘的房间搜到的。江姑娘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宫中勾结逆党！别了，快闪开！走，快回家！走，闪开！戒严，戒严！戒严了，赶紧推他回家！走，回去！走，快！让开！世子，圣上有令，全城戒严，搜捕逆党，小人不敢违令。你没听到我说的话吗？我父亲旧疾复发，我要去找大夫。侯爷之急，小人已经通告国公了，稍后便会有宫中指派的御医前来。世子稍安勿躁。黄公公血口喷人，臣女何时勾结逆党？到了此刻还敢自疑？你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物证确凿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这并不是我的东西，在你房中搜出来的，还敢说不是你的？若按黄公公所言，我的屋子在宫内，这张纸是从我屋里搜出来的，便是从宫中搜出来的，那该算在谁头上呢？强词夺理！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今日非要叫你知道知道，这宫中不是你能肆意胡为的地方。来人，把他押去慎刑司。你大胆！我乃堂堂尚书之嫡女，长公主殿下亲血的伴读，你有什么资格押走我？就凭咱家是内务总管，够不够资格？自然不够。内宫总管统管的是宫中之事，可我既不是妃嫔，亦不是宫娥，你没有资格处置我。可搜查是太后娘娘下的旨，那便让太后娘娘亲自来问我。黄公公，我念你是宫中老人，与你分说两句。慎刑司要押我，我一介弱女子自难反抗，但也请你掂量清楚，若事后证明我清白无辜，却在慎刑司中有三长两短，您担待得起吗？你既做不了主，那便去找能做主的人，劳您向太安殿通传一声，就说江雪宁在宫中蒙冤受屈，遭人陷害，还请太后娘娘裁夺。好端端的怎么会有刺杀？吕显呢？不是让他看着燕家跟薛家，他人呢？吕先生假装出城进货入狱，你帮着世子将人送回了侯府，并且具询柳大夫了，不会有事的。侯爷年纪大了，身上都是战场上受的伤，就怕有个万一。马车备好了吗？刀琴具备了。可是先生，您今夜贸然前去，不就暴露您对燕家的关心吗？薛远若是知道了，一定会针对您的。不如还是让我。此事蹊跷，
这薛岳不是冲动愚蠢之人，他敢出手伤人，就定然还有后手。我不亲自去一趟，实在放心不下。先生，不好了！新武卫出动大队人马，说城外有逆党作祟，将城中戒严了。吕请去找柳大夫，却被拦在医馆里，不让出门。他这是有备而来，故意不让大夫进府。剑叔，去把圣上赐我的令牌拿来，我亲自带人进去。是。还有先生，宫里传来消息，说江二姑娘那边也出事了。什么？雪宁，那张纸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和这种事扯上关系啊？你一个人死不算，还非要拉着我们一起，这算什么道理？纸本来就是从你房间搜出来的，跟我们有什么相干？有人要害我，我自然要拉几个垫背的。想让我不清不楚吃了这算计，想都别想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是怀疑我们啊？若真清白，又有什么可怕的？这件事是从羊脂摘出的，横竖大家都跑不了。与其被人瓜田李下的指摘，不如今夜就一同去太后娘娘那儿分辨清楚。这话说的倒是不错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咱们解释清楚就好了。想来太后娘娘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。太后娘娘有旨，又立刻将人押去泰安殿亲自审问。江二姑娘，太后娘娘有旨，着咱家立刻将人押去泰安殿。娘娘要亲自审问。皇公公，那我们可以回去了吧？娘娘说了，所有伴读都要前去，既是审问，总得审问清楚，免得有的人口不服，心也不服。那便走吧。你不是要押我吗？岂敢呢？大人，您行行好，我娘子生产9代单传，就指这一胎呢。您看，您就让我们过去吧。啊！奉命行事，今日别说是你娘子，就算是你老娘生产，也给我老实待着。你。你来的正好，快把你的令牌给他们瞧瞧。原来是谢大人。大人，今夜城中不太平，您怎么来了？谢某有事要入宫，这位吕老板是谢某的好友，还请诸位高抬贵手，行个方便。怎么，不悦？大人有所不知，我等乃奉命追查逆党，上面若是怪罪下来，奉命？奉谁的命？圣上还是定国公？据谢某所知，圣上已将逆党一案交给刑部办理，几时又成了新武卫的差事了？大人，少师大人这是要入宫去的，这万一在圣上面前提及此事的话，国公那边恐怕更不好交代了。让开！哎呦，大夫，快！我家娘子等不及了呀！快！现在侯府外全是新武卫，我一会儿让刀琴带你们偷偷进去，务必要保证侯爷周全。我有事得入宫一趟，尽快赶回来。恐怕这次你是走不了了。侯爷的伤没有那么简单。什么意思啊？侯爷征战多年，普通的剑伤怎会高烧至此？恐怕这箭头上淬了毒。这不像是新武卫的手法，倒像是宫一城。
参见太后娘娘。启禀娘娘，老奴按娘娘懿旨，在宫中清理搜查。然而今日查至杨芷钗时，竟从江雪宁房间搜出此物，是夹在书案上一本书中。若非仔细翻找，只怕藏得隐蔽，也未必能发现。妖言惑众都惑到宫里来了，了不起啊！深夜吵闹着要见哀家，意欲何为？回太后娘娘，臣女不过闺阁一小小女子，怎会与逆党有所勾结？且这张纸上的字迹分明不由我所出。近日来，臣女在凤神殿所写字迹可用以对照，还请太后娘娘明察。臣女虽不知这张纸为何会出现在臣女房中，可绝非臣女所为。你把自己倒是撇得一干二净啊！清者自清，臣女无愧于心。这和当初给哀家请安时的你，可十分不一样啊！你爹可是新任的户部尚书江伯猷。是。哀家听闻，江家与永义侯府相交甚密，你与燕林也似乎非常有情谊。娘娘明察，此传闻乃是不实。永义侯府门庭高贵，岂是臣女能高攀得起？一派胡言！你与燕林只差谈婚论嫁，你还想瞒着哀家？二叔，此事与燕林何干啊？太后娘娘自有公断，你我慎言。太后一定要将永义侯府搅和在这场乱世里，所图不善。我绝不能扯上燕林。可若在这宫里，黑白全凭他们说，该怎么才能洗刷燕家和我的嫌疑？黄仁礼，老奴在。拖下去，停杖，打到他招为止。哀家倒要看看，是他的骨头硬，还是杖硬。是。谁敢动我？你要干什么？回太后，本朝律令，后宫不得干政。太后娘娘固然可以法责后宫，可臣女非宫中之人，若依律令，牵扯逆党一案，当交由前朝来查。娘娘凭什么滥用私刑？你是在斥责哀家？臣女不敢，只是臣女再不及娘娘尊崇，也是堂堂尚书之女。大前历来一应权贵官司，要么交由圣上审批收入诏狱，要么告至刑部清查会审。娘娘仅批一张纸，就要对臣女动刑，就不怕落得屈打成招的骂名，让前朝大臣不安吗？你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在。大臣之女若是这般不明不白死在宫中，可是件棘手之事。便是想敷衍过去，只怕前朝也未必有人肯罢休。臣女知道，太后娘娘想要的是真相，而非一具不清不楚的尸体。好一张巧舌如簧的嘴，看来哀家是整治不了你，那就找能治你的人来。来人，在。拿着哀家的令牌到刑部去，找个能断案的人来。可是娘娘，刑部衙门在南边，这一来一回，怕是要1个时辰的光景。那咱们就一起陪着江姑娘等。是。臣女多谢太后娘娘成全。若交由刑部，至少不会牵连到燕陵，纵然受些拷打之刑，也是值得了。哎，痛！哎，你松手！还有什么玉如意，什么江姑娘，你总要跟我说明白呀！谢先生说了，让你立刻入宫求见太后，只说是奉命追查玉如意案，护下江姑娘。托我今夜他自有安排。这不是荒唐吗？我这名不正言不顺的，太后能让我查案吗？我再想。别想了。
这是圣上亲赐给先生可以自由入宫的令牌。哎呀，陈大人就别想这么多了，再晚就真来不及了。我要想想。陈大人，宫里来人了。哎，陈大人，今儿是您当值啊。太后娘娘有令，还请您随我入宫一趟吧。